好，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。那下面的这3个呢，我就给你们在这个情况下去看一下啊，给你们放在这里给你们看。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好，我为什么要把这2张图放过来？有很多人会提问说，老师，干发染和湿发染有什么区别？对不对？现在这张图片上面就是干发染和湿发染的区别。同样用同一个颜色 6.11 在干发染和湿发染上染，在3度天然色度3的发条上，6度的底色和9度的底色上面，你说干发和染和湿发染有什么区别？干发染和湿发染有什么区别？OK， 干发染和湿发染在有底色的头发上，就是我们说的9度的底色的头发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，它们的上色和色素的饱满程度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OK， 所以我们把头发漂得比较浅，可以完全在湿发上面怎么样上色，对吧？底色已经到位了，我们完全可以在湿发上上色。OK， 在这种有底色的头发上上色的感觉是没有太大区别的。那最大的区别是来自于它的染潜力，它的染潜力，也就是说，你干发染它的染潜力会比较强一点，如果湿发染它的染潜力相对来说就会怎么样，就会弱一点。那我什么时候选择干发染和湿发染？当你把头发漂得非常浅了，这个时候我上色就完全可以选择湿发染，这样子对头发的这个健康程度和涂放的均匀程度就会怎么样，会更好。所以你们把头发漂得很浅以后，没必要把头发怎么样，漂到位了以后，没必要把头发都吹干，然后再选择一个颜色再去涂放去上色，有的时候还涂不均匀，完全可以把头发怎么样，用毛巾按干，不要它滴水，湿发染就完全可以了啊，完全可以了。那干发染它的染潜力会比较强，很多人其实这个问题，其实在最早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中国的设计师跑到日本去，回来的时候问老师，我看很多日本的发廊里面湿的头发他就染头发了，那我们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我们的染膏也可以，氧化性染膏完全可以湿发染，但是湿发染它的染潜力就会怎么样，低一点。如果你的客人他的头发你用湿发染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但是它的染潜力就达不到干发那个效果。如果你想要的效果就是湿发就可以达到了，你就完全可以湿发染，没有问题。好吧，这就是干发染和湿发染的区别，好吧？好，我把这2张图片给你们撤掉。好，我们再来啊，最后这个我画了一个问号啊，也是同样是 6.11， 那它是什么呢？我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 6.1， 这是问号的这张图片。哎，不对啊，不好意思，怎么跑到这面来了？我给你们出视频好了。好，在这里。好。大家看一下这2张图片啊，左面这张还是同样，它是 6.1 正常的啊369的发片。右面这个是什么呢？右面的这张图，它是做什么呢？它是我用 6.1 这个染膏涂好了上面的发条啊，我用 6.1 这个加上多少度的双氧？加 9% 的双氧 ，OK， 涂在这个发条上以后呢，等了多久啊？等了非常久的时间，可能等了50分钟到，具体我不知道，反正等至少超过50分钟，啊，这碗染膏我等了超过50分钟，然后我用这碗染膏怎么样呢？在里面加了1/4的水，啊，这碗染膏等了很久了，而同样这碗染膏等了很久，再加了1/4的水，然后涂在了这些地方上，下面的这3个发条上面。啊，下面的3条发条，你看它们的区别是哪里呢？首先第一个，在9度的发条上面有没有区别啊？没有区别，也就是说在有底色的头发上它也是没有区别的。啊，
9度的、6度的，在有底色的头发上它也是没有区别的，同样可以上色，只是在黑色的发条上面，就是我们说的染浅力方面是有区别的。这2张图就是课程当中告诉你们我们怎么用氧化性染浅的，我们氧化性永久性的染膏，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把它氨给放出来，把染膏当中的氨给过度的释放出来，让这个染膏变成什么呢？接近于半永久性的染膏。那我再说一遍哦，上面的是6.11这个染膏，它是氧化性永久性的染膏，它是不是染浅能力很强啊？染膏当中的氨是不是也很多呀？对吧？那怎么样让这个染膏把里面的氨放出来，变成没有氨的或者接近于没有氨的半永久性的染膏呢？首先第一个，我先把染膏调好，放在那里放一些段时间，然后在涂放之前加上1/4的水，再去调一下。你会发觉加入1/4的水以后，你再一调的时候有大量的什么？有大量的氨放出来，哗，现在这个氨就放出来了，有味道很大的哦，当时你可以闻到味道很大。这个时候其实这碗染膏它的氨的力度就已经大大降低了，氨的力度就降低了。但是在有底色的头发上会不会影响啊？不会。你看9和6的底色上有没有影响？没有影响。但是在黑发上面，它的染浅力就大大降低了，跟上面的6.1就怎么样？完全不一样，就完全不一样，就大大降低了。明白我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呢，说到这里呢，有很多人呢会经常问说，老师，我漂过的头发，我一上色头皮就非常的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样子？我漂头发的时候不痛，但是头发漂完了以后，我一上色头皮就特别怎么？特别痛。这个呢，我其实也有给大家讲过，为什么会痛，是谁造成的呀？是不是染膏当中的氨呐？是不是染膏当中的氨？如果你把头发漂好了以后，你上色，你用半永久性的染膏，你用酸性染膏去染头发，一定不会痛，涂到发根一定不会痛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染膏当中它没有氨，所以它一定不会痛，对吧？那你说我这个老师，我店里面这什么也没有，酸性染膏也有，半永久也没有，稀释剂也没有，这种没有氨的我就没有，就全部都是有氨的，那怎么办？怎么样能够减少疼痛？现在我教给你的这个方法就是，你在漂头发的时候，就把你想用的染膏先调好，调好以后把它放在那里，这个时候它是不断的在怎么样氧化的，它里面的氨不断的在释放出来。等你把头发完全漂好了以后，再往里面加入一部分1/4的水，不要超多了哦，多了就把色素冲淡，1/4的水，再调的时候又把里面的氨怎么样再放出来一些，这个时候氨就特别怎么样，就特别少了，这个时候再去涂在你漂浅到位的底色的头发上，对头发的这个健康程度会更好，而对头皮的刺激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小，能理解了吧？啊，当然如果你们店里面有半永久的或者有这些，那你就完全不需要去用这个方法，要先调好啊或者怎么样啊，我只是告诉给你这个染膏里面的特性和原理啊，放了一段时间在底色上面是完全 OK 的，没问题。所以经常我们用氧化性的染膏，这个颜色我全部调好，全放在那里，没事，等到底色调好了以后再去染颜色，没有关系的啊！不要觉得这个颜色调很久了不会上色，没有关系，只要底色到了，完全可以上色，没有问题，好吧 ？OK，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611加这个问号，就是告诉你们怎么样去变成半永久性的染膏，好不好 ？OK。好的，那这个是其中的2个哈。好，来，我们再回到现在这个场景啊。OK， 那这个是酸性的染膏，大家看一下这个 PPT 上面的啊，这个是酸性啊。什么是酸性啊？酸性染膏，什么是酸性染膏？就是我说的直接染发剂啊，直接染发剂。这个图有点小，我给你们看一个大一点的。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直接染发剂，酸性的染膏。酸性的染膏跟我们的氧化性染膏有什么区别？你会发觉酸性的染膏上面的这些蓝特别的怎么样？特别的鲜艳，染膏是特别鲜艳的，它是特别艳丽。酸性的染膏是不需要配合双氧的，它直接挤出来就是直接人工色素，它的颜色特别鲜艳，特别亮丽，它里面的色素跟我们氧化性的色素是不一样的啊，是不一样的。
啊，色素本身类型就不一样，我们那个做出来是没有这么鲜艳和这么蓝的啊，酸性的染膏就会比较蓝。当然，酸性的染膏跟蜡还是不一样的哦，跟蜡不一样。酸性染膏是在头发的表皮层和皮脂层中间的，这个色素在这里 ，OK， 很容易改色。那如果蜡它可就不是了，在头发的什么表面啊，直接刷油漆刷在表面，所以蜡很难改色，酸性就比较容易改色啊。这个就是酸性做的蓝的一个测试，让你们看一下，好吧？